想做什么都可以，尽量尝试就对了。안녕하세요。 배고프서 기다려. 잠깐吐水了。 이렇게 배가 너무 괜찮아. 막거든은 저 밑에 알맹이가 똑 잘려. 不可以太用力。啊，冰好甜食，你有吃过这样的吗？没有啊，没有啊。哦修，哇，这有点太视觉震撼了，这个。哎，很漂亮耶，那个前面。这蛮舒服的，其实。有点挑战哦。哇，这个蛮陡的。有呢，这个有呢。 韩国自驾行，我们一路从釜山北上，拜访了米蕾的家乡元州之后，继续往首尔的方向前进。因为我们从你家这样开了300多公里，来到了一个很像深山老林的地方。其实我很少来西海。西海岸这边。对啊，因为韩国因为云州就是我的故乡那边，比较靠山东海。 哦，东海东边，对，然后我们这样穿越整个韩国来到西边。对，因为就是来到那边就差不多3个小时多。哦，3个小时，我们昨天轮流开，真的有点辛苦。可是旁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哦，看到海了。我跟你说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台湾很熟悉的西海岸那种潮间带。你在潮间带韩国有去过吗？就是那边吃烤贝而已。烤贝而已，但是你没有直接下去这样子。 没有去找东西，没有下去。我们都已经换好鞋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下去找一下，可能找一些蛤蟆啊，好不好？然后或者是一些贝类之类的。话说，韩国西海岸拥有广阔的泥滩潮间带，因为生态丰富，成为全球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地，让韩国的滩涂不只成为了专有名词，更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其实我看到超多贝壳，这边已经很多贝壳了哦。 代表它这边的那个生态系很丰富，因为其实韩国它的这种潮间带是全世界数一数二，好像排名前5吧，它这个范围非常非常的广。真的哦。对，所以我就是那好奇会，因为有拿到盐巴。对，这满满的盐巴。 사장님, 예. 오늘 뭐 잡아요? 맛조개, 맛조개. 맛조개. 예. 有一个叫做马祖给，然后这样长长的，长长的，你知道吗？你有看过吗？可能要看到他本人才会知道。它长长的，然后撒盐巴会这样出来。오늘 잘 잡힐까요? 예, 잘 잡혀요. 잘 잡혀요? 예. 많이 잡혀요? 잡는 방식만 알으면은 많이 잡아요. 맛있어요, 맛조개. 맛있죠. 他说很好吃。我现在观察阿北的动作， 어디? 看看踩起来的感觉。 어디 못 찾는 거예요? 말랑말랑한 거? 哦，瞬间突然开挖。 이게 파야 맛이 구멍을 찾아야 돼. 파서. 아, 找一个洞. 자, 找个洞。 여기 맛구멍이거든요. 그러면 소금을 把盐巴 이렇게 해서 塞进去。 오! 바짝 대고 구멍에다 떨어뜨려줘. 그래갖고 거기서 기다려.他在吐水了。 이렇게 태가 나오면 그때 살살 이렇게 볶는 거예요. 不是我看了什么？ 아! 不是我看了什么？我现在是震惊的。他突然间哇！今天很快就下班喽，这样很快就下班哇，很喽。大只呢。好，没问题，我们要努力的把它。 공죽 조개라는 거. 오! 자, 여기도. 그냥 둬 다치지 마. 다치지 마. 他说等一下。 이따 완전히 밖으로 나와서 잡아.抓， 놓지 마. 놓으면 안 돼. 不要放。他说轻轻。哎，他有点抵抗的力量哎。哦。
很快哎！哦，这个成就感非常非常的高。这样类似竹片的海味称为竹蛏，因为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所以又被大家称为海中人参。别看阿伯轻松挖随便有，哪知道我跟米磊根本就是大海捞针啊！它都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像阿北刚那种洞，有没有？有吗？没有好像没有。啊？看阿贝抓的时候觉得很简单对啊，因为阿北那个啊。它是一个大范围的，我们现在是小范围，所以我们看不太到那个洞那个。哎，你去把那个抢过来。抢过来。对。어디？哎，他其实超会找。对啊。이 무슨 어떤 거 찾는 거예요 이거? 他这样子感觉得出来。 하? 여기. 여기 있다. 야, 很厉害嘞。 여기. 아. 이럴 때 소금을 加的不够多了，阿北说 여기다 딱 뿌려줘. 这个盐巴要加够多，所以他才会吓到。 올라. 잡어. 와, 很有成就感呢。 여기 있다. 아, 제 배워도요. 它怎么分辨呢？它看起来都是一个小洞。 왜 이거는 왜 아니에요? 타원형으로 딱 뿌려줘. 깨끗하게. 洞要 그렇지. 圆形，圆形不可以这样扁扁的。 여기 있다. 对，大的。 哦，哦，开始吐水了。 나왔다. 哇，太大了。 에 잡았다 놓으면은 안 나와. 它不会出来了，不会再出来。 나왔다 잡어. 놓으면 안 돼. 잡어. 它力量很大，它力量很 가서 大， 흔들어. 它力量很大。 흔들어. 有哦，这个是大的哦。 이렇게. 우와 크다. 오, 또 크다. 对吗？ 오. 它力量很大，对不对？等一下。 오, 요. 哇，哦， 超大。这个很大。 여기 있다. 这小小的，这也可以吃吧？哦，感觉会哦。有。 啊，可恶！怎么？哎，哦加油好吗？加油！你只抓到一个而已。哎，这是我自己抓到的，我蛮有成就感的。因为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呢，要不然画面都是我的。对啊，也不能下班了哦。怎么抓的？就一直这样哦。对啊，就一直这样子啊。往前。哦，有吗？这个吗？哦，感觉有，有，这一定有。再多一点。他吐起来。不要弄啊！哎，进去了。没有，继续做，他继续撒，对，继续撒。炸超多。哎，你们出来，耶！哈哈，第一个啊，我知道了，要看地方，还是要看地方。你刚看了什么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路旁边。人家都说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有了阿伯的指点之后，我就像开外挂一样，雷达打开，花了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一整锅的竹蛏大餐直接开动啦。总算可以吃饭了。我们早上自己采的这个竹蛏，它其实还在很新鲜的状态。对啊，在动。而且你知道它的营养价值很高，真的吗？很好吃，而且在台湾很贵。它还有什么海中人参，哇，天啊，给的。然后我刚煮面的时候，其实已经有放一些了，然后留一些在这边，就是让你们现烫现吃。你看出来有带厨师就是好，感谢艾比。不会，感谢。慢慢下。哦，它还活着，会喷水。喷水。
这个台湾真的很贵，好像有听说，可是韩国价格其实算会比一般贝类贵一点点，可是韩国的贝类本来就很便宜。哦，我们先尝味道。好好吃哦，好好吃哦，地震，什么地震？不是太激动，太好吃了，很鲜哎，这个很鲜的味道，好好吃哦。可能自己抓的有差啊，我真的有IB 就好，就有差，对，完全不一样。而且它这个汤有点辣辣的，对，这个汤头不错，汤头很好喝。哎，其实我在台湾没有吃过这个竹笙哎，在潮间带有看过，但是没有吃过。我们都是比较吃这种蛤蜊这种比较多，这个很常见的。蛤蜊而且但是这个也是我们在里面抓里面。那个随便抓得出来耶。我可以跟你说实话吗？台湾这个这么大颗要卖多少钱？很贵。很贵，这一颗可能要一斤可能200以上。很贵，可是韩国都是这种。哇！走了。继续。刚刚讲到哪里？刚刚讲1斤200，哇，都有人抓超过，对，超过1斤200是这样。不是这个体验费没有很贵耶，所以我看到蛮多韩国的家人来，因为其实这里离首尔蛮近的，开车1-2小时，那可以啊。所以周末应该这个非常多人。而且重点是它住宿也非常的 CP 值非常的好，虽然不是很豪华啦，但是看美景，在吃自己挖的这个贝类，然后又跟朋友这样聊天。韩国人不是很爱喝酒？哇！那晚上有来吗？要来吗？要来都来了，对。哎呀，等太久了，等太久。我一直觉得，怎么喝酒？那工作人不是要喝酒吗？我懂，毕竟阳光沙滩配啤酒，这里真的很适合朋友聚会，带家人们一起来。尤其 CP 值超高的住宿环境，简直完美呢。请进。我可以进去吗？当然可以，我都确定吗？整理好了。哦，对啊，很干净这个是我昨天洗的衣服。生活感这很重要啊！大家都知道，我出来，我们这趟也要18天，所以还是要洗衣服。那洗衣服怎么洗呢？边洗澡边洗。啊？你不会吗？不会啊，就边洗澡上面洗一洗，然后它那个泡沫就流下去，这样洗一洗啊。简单版本的，要不然这边也没有什么洗衣机啊。打开它的视野了。这边就有一个小厨房，然后可以在里面煮东西。微波炉也有，然后冰箱，我觉得还蛮舒服的。我看一下。我跟你讲，这个厕所我打开的时候惊为天人，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按摩浴缸。你可以用吗？你平常我昨天有用啊。真的？这个大小刚好，来看一下。你有用？有。不要进去。它其实大小一个人刚刚好啊，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对啊，但按摩好没有按啦，按就是只有那个，而且你看这边哦，这个壁窝。哇。这边其实不错，因为这边就是海滩了，大概走大概10步，而且这边的房间如果面向海的话，它都有阳台。我们来看一下阳台。而且现在跟早上的不一样了，已经水涨起来了。对啊，你看都已经涨潮了。看这个海景可以吧？好，让你猜一下，这样子一个房间大概多少钱？就这样子哦，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景色哦。5000，至少5000台币是吧？对，5000台币。来 ，5000不用，再来。4000。不用。3500。不用。3000。差不多2000出头到2500而已。很赞，对不对？而且你刚才看到这边的设施哦，我们都可以自己使用。这边海滩就等于说是你的个人沙滩。我真的因为你自己泡那个 SPA， 我觉得很厉害。为什么？你都没有泡？没有吧？他没有吧？没有。不好意思，要K男生泡，K男陪我。说真的，有机会可以尝试这种来去海边住一晚的生活，不只可以走进当地人的日常，也能给自己放松的片刻，好好的回忆一下这趟旅行的故事。是一张照片，你觉得会有什么画面？不会有睡觉的吗？一定会有，我觉得一定会有睡觉。依据我们梁哥的那个个性，一定会有睡觉，因为这几天真的，哇，各种睡姿。一开始还戴个帽子，然后默默在那边靠着窗户，到后来是直接。
哪有这么丑？来，我们等一下看就知道哪了。有这么丑？不可能。第一张。哎，虽然不是睡觉，但是其实蛮像的。哦，这很可爱。这好可爱。我忘记我们在这个古窟寺已经好久以前了。对。哦。很多哎，太多回忆了。哇！啊，对。人生中看过最多拍卖螃蟹的时刻，这个在赢得吗？赢得，对，赢得。现在看到螃蟹都怕了，真的。好了，我们来选，你先选2张。这个真的太可爱了，我们很像悟空。对，悟空跟悟饭跟克兰克斯，我选一个比较好玩的。不要写这。我当然是这一张，我绝对是这一张。哪有？这张真的太赞了。退而求其次嘛，因为你没有睡觉的画面，我只能用你比较生动的画面。没有的给我，我等一下把它烧掉，直接烧掉。今天几号？11月，不是10月。好，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哦，各位观众。哦，因为我们有穿青蛙装嘛，这也是米蕾第一次穿，对，青蛙装太可爱。哦，又有好吃的帝王 salmon， 哦，帝王龟嘛，再来就是吃到太多海鲜了。这趟海鲜大大满足味蕾，爽！好，我们来念一下。我只看到龙龙。什么事情都会很会做的龙龙。哇，这个评价很高呢。对，跟往最后目的地在跑。Keep walking。OK。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时间过得太快。所以我觉得现在很想去首尔逛逛了。真的就这样子？我知道他想要去逛街，他想要去买东西。没，就是跟你不想吗？我跟你说，在座的各位爸爸们都很想，他们都有任务的。我也有任务，我老婆要叫我买一些东西。对，他昨天开始传给我了，我以为他忘记了。所以要去首尔啦。对，还是要去首尔买一些东西。好了 ，keep walking， 我觉得重点来画重点，打星号哦。什么事情都很会做的龙龙啊，打星号。边写边玩，眼看慢慢接近了晚餐时间，大厨 Ivy 说中午的厨车还有很多，决定来个铁锅盖烤肉，直接来体验最接地气的 Korea style。我阿妈家就会有这种，这么大吗？可是不会这么大，就差不多这样。哦，那也很大啊，你把它拿起来。哦，这个真的很大哎。哦，我不行，我们要来淋油了。哦，有了，有。OK， 我要当是有行车。然后现在老板在里面把木材摆好、架好，中间是那个那个木炭。其实在旁边也可以煮汤。一定要加油，然后会湿，因为它那个黑色一直出来，你知道吗？还有那养锅的概念。哦，他把它架高一点啊！这样子我们要加木材就不用再把它整个搬起来了。哦，那感觉很轻哎，这个。基本上。像烤火鸡很舒服，晚上冷的时候像烤火鸡很舒服，就期待这个。会很大吗？应该是不会。对。早期因为农村没有烤盘，所以就直接拿锅盖来烤肉。也因为铁厚导热均匀，所以烤出来的肉呢会特别的外酥内嫩，柴香味十足。哇，这个看起来很 Q 哎。这个声音。来，我放下去就自己顾自己。好，自己顾自己了。哇！这个声音。它其实很快，你看有些竹升炭，你开一下子就开了，试试看，试试看。哦，我也是。也可以。其实都不用调味。是不是？好嫩。这烤肉呢，在韩国如果没有五花肉的话，不算烤肉，对吧？是的。来哦。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来给我一个特写。秘密武器。烤起司。烤起司？对啊，现在很多人会五花肉，然后再
直接烤起司，然后包起来一起吃，这么酷。对而且这个起司也比较不一样，它是可以直接烤。直接烤的，这太厉害了！这个画面一定要拍好，一定要拍好。好好吃哦。它很像在吃那个，这里还有，它有点像在吃那个萝卜糕。对，它有这么扎实吗？没有，但是它会有点弹牙，它是起司那种感觉。这种摩擦类拉起司那种，那就有点像 mozzarella，就是要这样子。啊！这个好酷！卡住了！现在是那个白菜的季节。哦，整个白菜的够水嫩哦，然后咬下去很脆，那个会炸汁，然后整个把这个整个把那个猪肉有些油的地方直接把它带走。你是看的那个好，五花肉加起司，这个很多年轻人现在流行的吃法，真的超好吃的，真的超好吃啊！很特别的味道，因为这五花肉其实很软，但是你又加上这个，就像 mozzarella 的起司的时候，它会在你嘴巴一直翻滚这样。海景第一排搭配大锅烤肉的享受，绝对是outdoor人的最爱。2天1夜的海边民宿，不止吃饱饱，也帮大家充饱电。隔天一早，我们准备往下一站首尔前进。现在龙龙在首尔开车喽。没错，有点紧张。真的吗？对，因为其实来到首尔跟我们前几天开车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塞车啦，车子有够多哦。而且现在塞车时间，对，现在下班时10点半要间准备开始塞车，所以我们要快点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哦，你要小心哦！现在哇，你看这个车，1.2的首尔交通。对，其实我觉得比台北还塞哎。我觉得有哎，有，车子更多，因为毕竟首尔这个城市整条都塞的。还可以了。等一下体验一下在那边塞车，看是首尔人凶还是台湾人凶。开始烦躁了。我觉得韩国人开车比台湾人还要有礼貌。哦，真的吗？我觉得这点开车起来蛮舒服的。我觉得高速公路有，但是我发现有少部分人不喜欢打方向灯啊。我觉得不打方向灯开车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我不知道你要干嘛。我觉得另外一个点就是，它地上都会告诉你要沿着绿色还是粉色的线走。这个在台湾没有，他们就是写字而已。那有时候你很难阅读，你就跟着这个颜色走就对了。像我们现在就跟着绿色那一道，你看它这边还会显示，我觉得这个超赞。跟着绿色的方向走就对了。哦，没错。哎，对，这样子不会迷路啊。对，这样不会迷路。真的，我在台北那个新北，每一次会迷路。一定会迷路。其实你知道吗？那个汉江旁边的这些道路都是明星住的。真的假的？都是 IE 的那种。哦。BTS。他们都住汉江旁边。对啊，一定要汉江旁边。应该是这边吧。这几栋感觉像是。一定是 IE 在那边。来到首尔呢，绝对最先要的汉江拜码头。毕竟这里是很多年轻人喜欢在这边吃泡面、运动、和朋友一起野餐的地方，也说是休闲与社交的日常首选。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总算回到了首尔。我们现在在汉江哦。对，汉江，首尔的汉江。没错，来，我们等一下来划独木舟，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要考验默契了。这很重要，这很重要。不过我们相处了这么几天10几天了，应该还 OK 啦，我相信的。好，试试看。这是裤子内裤都会湿啊。你最好是不要下水啦。Oh my god！ 现在这个水温应该是蛮凉的。哇！哦！哎，很漂亮耶，那个天气。现在蛮舒服的，其实。哇！其实现在11月完全不冷哎。对哦。哦，这边浪很大。哦，这边浪很大。有浪。这边浪很大，你看。哇！这里是汉南大桥、东欧大桥中间的门，这里汉江，哇，汉江蛮大的。那你觉得会
约会的时候会来吗？啊？约会你会来吗？约会哦，对，那个可能年轻人会来啦，年轻人二十几岁、30岁不会，10几岁可能会来，那时候比较青春啊。啊，青春的时候会来。那现在应该是不会。厉害哦，厉害哦，哇！我已经开始要流汗了，流汗了。对，开始变热了。帮你滑看看。哦，真的吗？真的。哇，开始。啊！好像没有在前进哦。后面其实蛮舒服的，因为可以有东西可以靠着。哦，实战。好，老人躺着休息了。我最年轻的。哦，好好玩哦。有好玩吗？有好玩，可是感觉不能回去，已经没有力气了。首尔汉江的河畔文化不仅呈现了首尔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一面，还有另一个王朝经典，是全世界的游客都想朝圣的地方。哇，今天当公主啊！没错，我们来到首尔这边呢，就是一定要来一个角色扮演。안녕하세요. 헤아나람북입니다. 스타일이 엄청 많은데 저희 궁금한 게 네네. 왕의 옷도 있고 네네. 왕비, 네. 왕후, 네네. 황후 옷도 있는데 네네. 혹시 이렇게 분류가 다 돼 있나요? 아, 그럼요. 종류별로 사이즈 곳곳에 다 분류돼 있고요. 한번 보실까요? 네. 这边超多选择的。 어디? 그 요런 스타일은 약간 현대 이런 느낌인가요? 약간 퓨전이죠. 啊，就是现代化的，这比较现代的，就是芭蕾，有一点混到芭蕾。 OK。 그런데 얘네가 요즘 가장 대중적이고요. 现 인기가 在 많아요. 最人气，最多人穿。最漂亮，现代化的。 그라데이션 돼 있고 안에 이제 속치마가 기본 속치마에 칸강 속치마까지 입으실 수 있어서 워리어라고 해서 이런 거. 무사복이에요. 무사복. 武士的，武士的，哎，我觉得武士的不错哎。 요거는 요거에 벨트 있고요. 아, 요 헤어밴드腰带 있고요. 啊，然后那个hairband， 그래서 就是有个那个头带，头带， 훨씬 感觉不错哎。 说到景福宫，可以说是首尔最知名的景点。换上全套的韩服，在宫墙与瓦影之间留下如同穿越般的美照，绝对是最值得收藏的一刻。 米磊，我觉得你要先介绍一下你的服装，因为你今天有很多道具，然后你的头饰也非常的多。我以为不会那么多，可是它一直撞上去，就是头变成这样。你现在装了1条、2条、3条，它有穿了3、4坨。那你的角色是什么？就是朝鲜最美的艺妓。艺妓。富米磊。我跟你说，原本，好，我知道。原本他还有另外一个帽子要戴在这边，一个非常大的帽子。可是呢，为了要让这个朝鲜最美的 Park Min-rae 出现呢，所以呢就是不能戴那个帽子。那我的话就很简单，就是一个御前带刀侍卫哦，不要抢他的光，因为其实我们刚在那个换衣服的时候呢，完全没有我的画面，对不对？因为都是 Min-rae 的特写。对，大家都看我。那你这手上是什么东西？就是好像是以前的烟。 哦，烟斗。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其实就是景福宫。这个算是每一个游客来到韩国一定会来的。对，可是我们其实大家都会穿王子，对，公主的衣服，可是我们就穿比较不一样的衣服。对，而且我们现在在这广场位于这个光化门跟新里门之间。 如果我们时间来的对一点的话，它其实会有那个守门将交接的仪式。那这个新里门进去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内外朝的一个分界点。好，过去呢就是勤政殿，好，就是国王他们要开始办理公事的地方。所以这边呢，其实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界点啊。景福宫建于1395年，由朝鲜王朝的开国君主李成桂所建。景福2字更取自《诗经》，有着国运昌隆、福禄绵长的意思。不止如此，就连饮食文化也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 所以这一区算哪里啊？这里是在首尔叫大林洞的地方。大林洞，那你要带我们来吃什么？来猜一下我的刀具。哎，这是什么？猪排。猪排，这个有点像是吃猪排的。猪排啊！猪排要那么长吗？哎，对啊，因为我们吃都短短的嘛，也不是吃，不可能吃牛排。因为我们今天要吃的是烤羊腿。烤羊腿。羊腿，那应该那因为你就想啊，羊腿它是架在架子上，那如果边吃要边片，它刀要变长，不然呢会很烫。 这里是首尔的大林洞，是永登浦华人活跃的地区。因为融合了韩式与华人料理的混搭风格，对老饕来说，里面可是卧虎藏龙哦。哇，这个就
这个是羊腿，来你拿一下，很重哦。哎，看起来没有。它真的很重，它。这应该有1.5公斤以上到2公斤左右。2公斤。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好好的把它烤一下。我们请老板来，我们交给老板这个神圣的仪式，交接一下。哦，잘 부탁드립니다。哇，这个大概要烤多久啊？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所以它是烤2种炉都要过吗？对，只能烤正面和背面，然后侧面的话还是要过一下火。直接吃吗？这么大的？烤完就是可以直接吃了。片着吃。片着吃。一边烤一边吃。哦，边烤边吃。你有吃过这样子吗？在韩国？没有啊，没有啊，因为韩国人其实很少吃羊肉类的。哦，好像猪肉、五花肉为主。五花肉，然后韩牛这样子。这里的烤羊腿是我们美食达人 Ivy 的口袋名单。在韩国生活多年的她，号称美食吃货歪嘴鸡，能被她击推到念念不忘，能不期待这个味道吗？哦，来了！我最期待的。哦呦，哦，修。哦，这个画面太凶了。这个吃有技巧哈，就是你这个叉子一般人都会这样拿，对不对？是先把肉这样挑起来，然后再切。哇哦！真的这样吃吗？然后就直接这样吃。然后这里还有点红红的，你怕红红的，稍微再这样。哇，这有点太视觉震撼了。这个，然后因为它这边是他们准备的辣椒。干料碟哦，那因为他们吃这种羊腿会放一点孜然，孜然，对，孜然很重要。来孜然，然后如果爱吃辣的，还可以放一点辣椒粉。我可以为你服务一下，等下你的叉子再给我一下。好，来，你来试试看啊。哦，怎么样？不是因为我吃这种羊肉，我很喜欢它那个带有点膻味那种。对，很多人很怕那个羊肉的那个味道，但是我觉得吃羊肉就是要吃它那个味道。可是它完全没有，它没有那么重，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入口的，它是吃得下去的。对，你会怕那个味道吗？我不知道因为我很少吃羊的。你很少吃，韩国人比较少吃羊肉。对，我去了台湾才知道羊肉的这个东西，所以才会爱上的。所以，然后，那你搞不好今天应该爱上吗？应该会哦，来吃看。其实不是我想象中的味道因为那个我吃过羊肉串羊肉串那种，不是羊肉串比较油一点，可是这个比较干。应该是我们现在切的这个部位都是比较有肉的。怎么下刀其实没关系，你只要固定住，然后再下刀。你切太薄，吃起来就会觉得很干。但是切有一点厚度，有吗？才会觉得有点 juicy。这边有，应该蛮。好的，给我吃。没问题。直接切。对，它这样比较 juicy。你要插下去。可以。切厚一点。然后。好像要切厚一点对。刚刚太薄了。我们刚刚太客气了。你看这片，哇！这个打开的颜色。那我来。好 juicy。再说一次。好 juicy。好 juicy 我就在家鸡翅。不错，我觉得很像吃牛葱肉类的那种，比较干，可是没有那种，就还是有一点这样支起的。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低汁哦，它现在那个汁液都在我们的嘴巴里面，我真的觉得切小块是不对的，你要吃要大片。那个是比较好喝。然后你们再切一块，我给你们吃他们这里的秘制酱料。你有香菜吗？香菜。哎呦，蒜、辣椒、酱油，东西材料很简单，但是你知道吗？调料的对比率很重要。搅拌一下。然后你等下沾的时候舀一点香菜。没有，不一样哦。那味道层次感就整个上来。我第一次觉得这羊腿、这个羊肉配香菜可以这么好吃。这个香菜有很多，你要加一大把香菜，你会发现惊为天人。哇，你好厉害哦！对，那个味道，会有画龙点睛的感觉。重了对不对？重了对不对？
好好吃哦，手游。白手。我觉得这里真的很特别的经验，因为我也不知道羊水怎么这样好。对。我觉得我来不及打卡了，来不及打卡了。我刚有拍，我等下传给你。还是吗？我有时候拍。就是要这种厚度。大多韩国人都吃羊肉串的，对吧？比较少吃这种整只的羊腿。对啊，就是拍照，然后一定要在 IG 上打卡上传一下啊。然后你朋友就会说，哎，这个在哪里？我韩国啊。自驾好玩的就是你可以玩得很 local， 尤其这趟有在地人 Miley 和 Ivy 带路，很多隐藏版的清单只有靠他们才能慢慢的解锁。要去哪里？带你去看一些不一样的景点。好，哦，而且你会喜欢的。好哟。你就是喜欢跑步嘛？那你会喜欢爬山吗？刚好你问到一个重点，我就是最讨厌爬山的。我以为你会喜欢呢。我看起来很喜欢爬山。对啊，但是我真的很觉得爬山很累。那没关系，你说那个地方很赞，很漂亮，上面很漂亮。那我愿意爬。你真的不喜欢爬山哦？你不知道？看不出来吗？我们有共同的点。我不喜欢爬山的。所以我们等下要去哪个山哦？所以我这边有山吗？很多山啊，其实韩国很多那个小山很多。哦，小山。我觉得要去雍马山。雍马山。就是 Dragon。哦，龙马山。Dragon。OK， 好，我看一下，导航过去大概半个小时而已。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到，那边大概是5点。哎呦。哦，那个日落黄昏可以看，今天天气还 OK。位于首尔东北侧的龙马山是近郊深受在地人喜爱的生活型山岳，海拔高度虽然只有348公尺，视野却非常的开阔，景色也很壮丽。漂亮哎，这里超漂亮的。哎，真的这边全部红了哎。目的地，最终目的地。好，那因为现在时间点哈，我们要赶着那个日落时分，因为现在上去开始可以看到夕阳了。可是好像不用那么多，就是好像10分就到，10分15分就到了，就像山一样，你知道吗？象山哦 ，OK， 象山。可是象山也要爬一阵子哎。这里呢，刚刚听我们的 Ivy 同学说是首尔人不想公开的一个私房景点。对。哇！除非你住在首尔很久，要不然你是观光客，一般是不会来。这边前面哦，一段是那个木栈道还不错，后面就开始没有栈道了，然后下山是完全没有路灯的。哦，再1公里就到了，再1公里。Yangmabong 是吗？我想让他踩一下，Yangmabong。哎，来看一下这个路，有点挑战哦。可以。快到了耶！跑！然后爬山最痛恨有人说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哇！你看这，小心啊！这里路有一点难走。已经开始扶膝盖了。没想到龙马山山势虽然不高，山径却颇有难度，而且据说这里曾经有类似龙马的灵兽守护，因此也被大家视为具有守护与吉祥意涵的山。大家累了，休息一下。大家累了，好，大家累了，配合你的步伐。休息站。哇，很漂亮。其实这里可以看到，等一下可以看到了。大家要运动，运动很重要。我不行。看看那个最年轻的蹲在那边。哦。其实这里可以看到，等一下可以看到了。大家要运动，运动很重要。我不行。看看那个最年轻的蹲在那边。哦。哇，这个蛮陡的。这里真的很神秘耶。对，哇，这个路。哎，有呢，这个景色可以的。那韩国人说这里是
天国的楼梯，这上面是天国。哎，有呢。哦哟，这个有呢。哇，好漂亮。可以呢，这里。很可以，我觉得很可以。哇，南山塔，然后那边是乐天塔。乐天塔最高的。对，韩国最高的。哇，这样，哇，这个石头很厉害耶！哎，有呢，真的有呢。哦，哇，好高啊！这里可以耶。这感觉跟南山塔一样高。哦，其实很快，爬上来大概20分钟左右。没想到登到山顶，可以一览汉江、蚕市，甚至远望南山与市中心的高楼，城市与自然景观在眼前交错，不愧是在地人私藏的秘密景点。天黑之后，则是披上了另外一层外衣。好疗愈哦。超级疗愈。对啊。我们不要聊天吧。对啊，但有还是要录点东西。享受一下。对，我现在很想，我们从大概你看5点的时候上来，然后就跟录缩时嘛，然后你看那个乐天塔最高的。然后整个夜景，看到一点点的南山塔，我觉得南山塔在哪里？那边啊。哦，最远那个山头上面那只小小，对，亮亮的。哎，不过爬上来我觉得很值得哎。你看我刚爬上来不到20分钟，因为有一些逛逛的地方景点会很多人，然后拍照真的很。你下去南山塔应该是爆满。对，现在超多人。可是现在这边这里只有我们比较少了。对，这边只有我们。因为有一些只有居民来爬山，没错，也不是来观光的，所以拍照我觉得很轻松。对，我们连摄影师都拍得不亦乐乎。那推荐指数啊，1到10分，你推荐这边几分？4分。然后1到10分，你只推荐4分。啊是哦，我以为是5。没有，大家应该刚好看到了，米磊一上来就先躺了，后面这块石头其实很舒服。对，很舒服，很适合睡午觉。因为我觉得前面有这样的漂亮的。对啊，我也是推荐10分，你又可以运动一下，然后等下下去应该也是一个挑战，因为这边是完全没有灯的，但是你坐在这边很疗愈。8分。因为爬山比较累吗？爬山起来，我觉得他们的路，这里的路比较原始一点。对。所以有一些挑战性。长辈啊，如果你带长辈，可能比较困难。哦。可是如果年轻人来，当然没问题。当然没有问题。不得不说，龙马山虽然不是观光名山，却也因此更能贴近首尔人的真实生活节奏。就像我们一路走来，认识了许多真正属于韩国的日常，这也是旅行当中最大的收获，对吧？所有的停车位真的很早，也够小，你自己看，多小。还是你要从窗户啊？我觉得要从窗户。啊，可以啊，可以。大一点，再说一点。后面有大一点吗？没有。一样。南希啊。真的来吗？我们的村。哇，真的。下来了。耶！很大天力耶！一直进去，我们可以再怎么开？你关起来，它照镜子就会收进来了。你锁起来。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们怎么开啊？没关系，明天他就离开了，我们就可以把他。人生好难，生活好难。YT 网络版有英文字幕哦，记得订阅、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好看的自由的旅行者。